首先，我们要制作出符合条件的胶体物质。景尺，你再捣乱，你给我出去！不管是下雨天还是太阳天，只要你在身边，阳光都变耀眼。想太多，瞎猜测，不如找天见面。说太多没如果，还不如去冒险。我站在影子里面，伸出手，等待你救援。你我之间，就算世界崩裂，不管有多遥远，都无法阻止我们的见面。踏过漫长黑夜，你就站在终点，保护你是我渺小的心愿。再见，那个胆小的我，正因为有了你而变得勇敢一点。高二的生活看似平静，实则暗潮汹涌。卷子和考试这个大胃王怪兽，总会及时的如期出现，吞掉你脑子里所有空间。而我和琪琪的关系依然没有和解。那些说都说不清楚的情绪，渐渐被时间掩埋。只盼望这次出题老师别花太多心思。同样被掩埋的，还有我的理想。这道作文题，我们从小学时就在写，它就像一条下滑曲线，越来越少被提及，到最后大家都不会再说。因为渐渐开始要面子，知道理想有多难实现。等会儿我用你电脑。你别动我电脑！你干嘛呀？体育大学。你怎么突然有心思关注去考学的事儿了？想试试呗。你跟老宋都不愁上大城市的好学校，我现在真有点害怕，到时候没学上。那不至于啊，不行你就进城打工，或者我俩接近你呗。你以为我真养活不了我自己啊？我说考体大，那是为了踢球的理想曲线救国呢，好吗？我要是像你一样，打小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就好了，这样也不用琢磨了，还省事儿。要不然你直接学农得了。我看你那个神秘草药致腹泻挺灵的，我看你有天赋啊，你家里还有渊源，多好。我家有渊源的那是中医，那也是药学啊。你说的学农那是农业，大哥。哎，你别打扰我了，我正在算分呢。你说这分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高？你怎么不回家算啊？我要是能回家算，我从你家这小破屋里面死苦想啊！你家连个游戏机都没有。哎，我过两天把我那 PSP 借你玩2天吧。你打那么惨，还不抓紧练一练？你还想着打游戏呢？让我查查。哎，
你尝尝吧，我没希望了。妈，流汗了，我这回是没考。妈妈很满意，按你们一中的一本率，你考到大学没问题，妈妈很知足。妈，你就不能对我多点要求，多点期待吗？妈妈是鼓励式教育，你想让我跟李天家那样啊？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。来，妈，我们老师说了，我生物还有化学不错，要不然以后我学药学吧。再想想。妈，你跟爸不是说了吗？只要我不学医，学什么都成。婉儿，这医药不分家，药学可能比学医还累呢。一个女孩子找个轻松点的专业啊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。那我跟一条没有梦想的咸鱼，我有什么区别啊？这咸鱼不是挺好的吗？你看咱老家挂立墙都是。妈，我吃饱了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你不吃了？我是一条咸鱼，我不配吃饭。咸鱼不是挺好的？李天，你有病吧你？你才有病！你站着干嘛呀？这又不是你家老大，你管我？之前你说宋崇来了考第二就等于第一，现在怎么回事啊？连第二都保不住了？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嘛？啊，我这就是尽心尽力了，我跟你说，我怕他学不会，我都跟他去学啊。平时都是你管孩子，你问我，一个是我问你啊。不管怎样，我要看的就是结果。这楼道隔音是不太好啊。他是个男孩子，我不想多说他，但这不明摆着吗？花这么多钱，费这么大劲，学还学不会，能有什么原因？就是脑子笨。照这样下去，让他转文科班算了。比仨还笨。哎，干嘛？你现在上去不是给自己添堵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不吃，我一会儿就回去了。我又不是特地给你带的，我是晚饭没吃饱。谢谢。哎，刚刚我爸妈呢是在给我开学习讨论会，我们家一家子都是学霸，平时都会有这种讨论的。你不懂，不要往外瞎说，知道吧？这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家又不是宇宙的中心。再说了，上一次我们都……别提上次。哎，你考第3已经够可以了。你知道我考得差的时候，我每天就想，反正太阳还会照常升起，我每天还得起床、吃饭、上学，日子还得过啊。我跟你不一样，对我来说，分就是命，分数排名那是成王败寇，考不了第一那是等死啊。看来是我学识浅薄了，我是不懂你们这种学霸的忧愁。那当然，你连前10都没进入，当然不是掉下来无所谓了。
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啊？问。你那个作文题目怎么拿的45分？怎么了？你考多少？29。29？你写跑题了吧？我没跑题啊，我的理想就是平凡中的幸福人生。这还不跑题啊？好了吗？那你的作文题目是什么？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，尽自己所能，让世界更美好。这真的是你的理想啊？我不早就说过了吗？我的理想是出国镀金，按精英路线成为人生赢家。不是，我说的不是押题，我说的是，你真的这么想的吗？分高就行了呗。再说我干嘛告诉你？我先回家了。宋腾，你过来一下。什么呀？我找我们同事要的，他们家孩子去年高考准备的资料。你既然要留在国内，那肯定到时候不是考京大就是华清，这2个学校的经济类专业都特别好。你看你是想准备哪个学校的自招？啊，当然你自己肯定能考上，但毕竟妈，才高2啊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？这些学校自招考的题都不一样，都得提前准备，你到时候弄肯定来不及。坏了！干嘛？我突然想起来，西施找我有事儿。我得赶紧去找他一下。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差点就给忘了。这才是正事儿，早点回来啊！啊，行，好。阿布，传球，阿布。对。琪琪是。燕子怎么一块来了？啊？你俩这是干嘛呢？减压。哎，来正好，哥正好要跟你说呢，哥马上就要代表咱们学校参加高校的足球联赛了。可以呀，那你可得好好为咱学校争光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听说体大的教练也会来看。恭喜你啊，离梦想又进一步了。哎呀，走着看呗。传球！我想宋从应该和我一样，有时我真的很羡慕景熙直，他总是可以那么轻易地把理想说出口。在他眼中，理想从不模糊，从不沉重，也从不遥不可及，只是想做，就一定会做到的事儿。同学们，实验做不成也没关系，最主要啊，我们要记住考试的步骤和考点，考试的时候知道怎么写才最重要。那我们要比较清晰地观察到丁达尔现象呢，首先我们要制作出符合条件的胶体物质。景池，你再捣乱，你给我出去！在实验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要注意观察不同液体混合后的一个状态，要边做实验边记录。大家在做实验的同时，我再强调另外一个重要的考点，就是丁达尔现象的大小啊，是受多个因素的影响，分别是溶质与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力。停止！
及呢溶质与溶剂之间的摩尔比例。溶质与溶剂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越强，那我们做完实验后所观察到的丁德尔现象就会越明显。在分子数相同的情况下，溶质摩尔比例越低，那我们做完实验所观察到的丁德尔效应啊就越弱。所以啊，大家做实验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溶质与溶剂之间的摩尔比例，这也是决定我们实验效果的关键。不好意思，景尺，你给我出去！没事吧？没事。哇，厉害啊，春花！但是跟我刚才那个比，还差点。这位同学做得不错。哦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哎，花，你这是怎么做的呀？其实也没那么难，就是加足量的溶液，然后等水沸腾之后，它就成功了。春花，来，化学张老师提的你，我也认为你的化学成绩一直不错，该去试试。趁着现在啊，这个学习还不是特别紧张，像这种有价值的大赛啊，应该多去试试，说不定哪一个会在高考的时候会帮上你的忙。你不要有太大压力，就当是先去见题。我没什么压力，我就是觉得之前都是宋从那样的学霸参加，没想到我也可以有机会参加。哎，景一池，你的报名表。啊？化学张老师说了，说景一池这孩子吧，虽然上课啊调皮捣蛋，但是这个孩子动手能力强啊，这个比赛也得参加一下，别浪费了这个孩子的创造力，浪费了这个孩子的天赋。徐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说。哟，你还知道自己错了啊？知道。景一池啊，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以后再敢在化学课上调皮捣蛋，我就让你妈把你带走。老师，去吧。老师，这谢谢老师。拿着。别浪费了。来，你看，我的报名表。哎，之前不是说要参加英语演讲吗？怎么又变了呢？我还是觉得数学竞赛更适合我。谢谢老师。你不能等会儿再吃啊！哎，我饿了，怎么还不让人吃饭啊？你等会儿来再吃。来了再吃呗，我们先吃一步。你就这么来了，茄子来喽！好吃的。好吃吧？我昨天晚上听我妈他们聊天说，那个英语演讲比赛对资招没用，所以李阿姨才不让她报。怪不得。今天徐老师还问李谦说为什么要改那报名表呢？这小子从小就喜欢英语，小学英语演讲他也报名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没去，估计又被李远征打压了。不是估计，是肯定。昨天晚上楼上又因为这事儿吵架了。哎，我查了一下，这俩比赛正好是同一个时间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不行啊，我们得想个办法帮帮他。他报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景西是你是不是忘了？人家过年的时候帮我们偷烟花来着，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啊？跟个渣男。你笑什么呢？那烟花不是你点的，你虽然装无辜，你不更渣呀？渣男！哎，你就好好比赛吧。对，你甭管了，交给我来。你茄子有点咸。不好吃你别吃，我来老宋，你多吃点。我尝一。哎，小天啊，你东西都准备齐了吧？
准备齐了。哦，好。来了。谁呀 ？Hello， 你们怎么来了？谁呀？阿姨，是你们哈。阿姨，我们来找李天一块去参加竞赛。哎，西施啊。啊。你报什么竞赛啊？他是去给我们加油的，阿姨。是我要参加数学竞赛，正好和李天一个考场。对。啊，好。那我们先走了，阿姨。你不错，别管了，阿姨。拜拜，阿姨。哎，走什么你？请对，走。你想干嘛呀？你说我干嘛啊？不是老家伙，我们干嘛？保战士，你自己。走。放开！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是不是怕我比赛拿了名次，拿了高考加分，考过你们啊？啊！哎，合着前阵子要跟我修复友谊，那都是骗我的呀！哎，你们这次不能再害我了。李天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别给自己加戏了，行不行啊？李天，哎，我去找老徐给你特批的，你自己想参加数学比赛还是英语演讲？你自己选吧。真是，呵呵。开心了啊？不对，你们肯定有什么阴谋。你别废话。哎，说好。这是你们逼我去的，不是我自己要去的。说。我一会儿来不及了。动漫。The world becomes more colorful and warm. Everyone is good for you, and the world is full of love. That's all.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. 哎，这小眼镜，刚才拧巴成那样，现在登台了自己上去了，坏了！哎呀，这事咱还是鲁莽了。你把他抓过来，他没准备啊。放心，不需要准备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good afternoon. I'm honored to be here today. The topic of my speech is my dream. My dream is to create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not forced to speak English. Because it is so-called 没想到啊，这小眼镜还挺酷的，说挺好。你听懂了？啊，当然了。他说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你没听懂？Thank you。谢谢。啊！他刚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谢谢。谢谢。You're welcome。哎，我刚看你演讲，想起来我们小学那次演讲比赛，我到今天都还记得那次的题目，让我们写我们最喜欢的一件事。你当时写的可是跟我俩一起看动画片呢。所以我到最后都没上台。我看了别人写，我觉得我写的太幼稚了。跟我俩看动画片幼稚，那今天来突击演讲幼不幼稚？人都说了，最喜欢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那喜欢不就完了吗？你是不是长个儿？哎，别动手动脚。哎，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听懂了吗？我当然听懂了，我就想确认他的语法有没有问题。哦。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今天。不用谢。要不是你，
我可能都参加不了考试了呢。小事儿。哎，快来！你要买东西吗？你吃这么多呀？经理，哎，那是你啊？你们两个是同学？我们俩是同桌。同桌啊，这么巧。来，再拿多一点。啊，叔叔，拿个袋儿吧。好，那是你爸呀？哎，你还记得吗？转学第1天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我见过你。多少钱？10块。就是在这儿。是吗？来，装上。叔叔，我真吃不了这么多。没事，你拿着。哎，我还是给钱吧。不用，你拿着吧。那谢了。走了。景西池，你们什么情况？李天今天比赛，李天，你考怎么样？这一看就没考好。你怎么跟你亲爹说话呢？今天这可是他出的主意啊！来，不用 ，Come on，sit down please。景西池，你抽什么死？English， good。有本事你今天就这么说话。说 ，I can。Look。TV, I like television. Bro, cheers. 我的呢？Sorry. I don't know you. Come on. So you forgot? Oh yes. Okay. But 厨房有 water. 这次就咱班杜曼一个人进入决赛，要是宋从去就好。对，宋从去他肯定也能行。有点遗憾。是啊。哎，早。李天儿，恭喜你啊！英语演讲比赛拿了第1。恭喜你，李天。You are welcome. 你拿这个回来给我有什么用啊？当正纸都不好用，自找加分吗？那至少我英语很好，以后我到国外，我想学英语专业。你是越来越离谱了！我送你出去是让你学英语的吗？那还用学吗？怎么不用学？英语里面也有英文文学专业的。现在都地球村了，英语就是一个工具。你看看谁不会说2句英语啊？没出息。It is my life. I have rights to choose my major. It's not of your business. 你说啥？你有本事再给我说一遍。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会英文吗？你们还问我？他说的太快了，我没听清楚啥。喝点水。哎，来，尝尝，可甜了。是吧？那多吃点。不少。其实吧，这个参加这比赛呢，那就是重在参与，拿不拿奖无所谓啊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比赛很有可能拿奖。我想好了，我要学药学，我累也要学。哎，你抽什么风啊你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有点肚子疼，我一来那个肚子就很疼。你吃的什么药？我看看。哎，这2种药不能一起吃的。我这不看不知道，我一看吓一跳。哎，他平时吃的那个中成药，还有那止痛药，这2种药就不能一块吃，吃了容易刺激胃。而且我也不知道他那个痛经是不是因为平时气血不足，所以就更不能乱吃药了。你说说，这要是没有我，这可怎么办？花儿，你这次做的特别好，不愧是我钱丽娜的女儿。
妈妈能理解你这种悬壶济世的成就感，但是这药学吧，它真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。走着看呗。你不愧是我亲生的，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你等着。来，不学药学吗？先把这本书给我看明白了，你再考虑要不要学药学。妈，这不是中医吗？我想学西医。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先给我看明白了，什么西医？我后天决赛要跟足校决一死战了，等我好消息。加油！回头看，跟其他人比起来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小小的目标算不算理想。警示池。没事，妈，那个球掉了。但这已经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和满足。上学呀？啊，看球的吧？巴塞罗那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比赛的票。我和你妈啊，你这不给我找麻烦了吗？你让我瞒着她，我这一下就全露馅了。这次这个比赛我一定得去，青年队的教练这次也会去。那意思其实就是为了考察我。如果我表现得好的话，他可能会让我进青年队。那如果我进了青年队的话，对我提考有很大帮助的。而且爸，你想想，如果说我表现得很好，这个教练也觉得我好，他再多说几句好话，这事不就成了吗？哎，那我试试啊。不管你妈去不去啊，你都好好表现。嗯，加油，儿子！我票留这儿了。嗯，走了。也不知道西池比赛的怎么样了。哎，你们班顶级师受伤了，赶紧给我去医务室。不会吧？他受伤了？他受伤了？教练，怎么回事？俩人撞上了，他被压在下面，起来的时候没事，刚跑2步突然就倒下了，站都站不起来。他这情况得赶紧去医院。去门口帮我们来辆出租车。行。花儿，你帮我们两个请假拿书包。怎么样？赶快去医院，快！来，上来！来，慢点，小心！好，走，来，走。
腘绳肌受损，挺严重的。这边。哎，花儿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叔叔阿姨在里头，先等会儿。他这个要手术吗？我爸建议保守治疗。那要恢复多久啊？恢复期怎么也得几个月吧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不用担心了。这时候我们应该相信病人。阿姨，您怎么还安慰起我来了？职业病吧。宋总，花儿，西池现在什么都不跟我们说，你们是好朋友，帮我们多劝劝他。哦，好，您放心。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这里有我们呢，你们快回去，明天还上课呢啊。那叔叔阿姨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孩子早上让我给你的，说是如果你能去看了，也许能回心转意。我没给你，我想他可能就是太拼了才受的伤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孩子踢个球，怎么了？老金，你给我装什么呢你？这不是我们俩商量好的统一阵线的吗？啊！你说现在还在叛逆期，我们给他一个缓冲期，我唱黑脸，你唱白脸，等他有一天坚持不住了，就放弃了。现在怎么了？这一切都是怪我，是我的责任，你就没事儿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当初要唱白脸的时候，就跟我不是一条心。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啊！我不也是为了孩子好，踢个球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为孩子好，好在哪儿？好的孩子现在就躺在床上，你是为他好。其实我是一直给你留面子而已。我知道你年轻的时候当不了职业的球员，所以你把你的梦想一定要强加给你的儿子身上。我当初没能踢成职业，不是因为你们家人觉得这个职业没前途吗？说白了，你就是看不起踢球的。金立强，你还有良心没有良心啊？我看不起，我会嫁给你。行，咱们俩说不到一起去。宝贝儿回来啦！哦。妈，锦溪池的伤到底什么情况？唉，不好说。宋聪他爸说情况一般。一般是什么意思啊？唉，这一般呢是指针对他这种运动员，对身体要求很高的。你看他腘绳肌受伤了，虽然容易恢复，但是更容易再受伤。不好说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，所以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，这才是根本的根本。身上任何一个小零件罢工啊，你就是有多大的梦想，都没得谈了。那这还挺严重的。看他恢复吧，也许能恢复好呢，是吧？好了，太晚了，该睡觉了，明儿还上学呢，啊？
他腘绳肌受伤了，虽然容易恢复，但是更容易再受伤，不好说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。那你呢？你想踢足球吗？应该吧。你以为我真养活不了我自己啊？我说考体大，那是为了踢球的理想曲线救国呢，好吗？哥马上就要代表咱们学校参加高校的足球联赛。可以呀，那你可得好好为咱学校争光。那当然了。你还好吗？我无法真正体会到一个一心热爱足球的人得知自己腿受伤后的心情，耳边循环着妈妈那句话：理想看着光芒万丈，但其实是如此脆弱。身体上一个小小的零件坏掉，都有可能让它分崩离析。你多努力，多坚持，多热爱，都再也没有用。你还好吗？轻轻划过你视线，幻想你的世界有多特别，把名字写在心里第几遍，对星星许的愿，多希望能实现。看镜子中的我究竟有多少面，随时间悄悄地蜕变脱茧，在阳光下飞舞的彩虹蝴蝶，何时才能落到你的左肩？想起你的诺言还在耳边，说再见之前，那时候的你依然自由热烈。如果这个夏天再长点，遗憾会不会改写？故事的终点有我在你身边，看着你的背影，我在后面走得慢一点。那时候